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7日星期四，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加中关系显示出轻微的解冻迹象。加拿大和中国外交部长周三自2020年以来首次发表讲话，标志着自两位迈克尔获释以来两国关系解冻的迹象。周三上午，外交部长 Melanie Joly 通过电话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交谈。这是自2020年8月在罗马会晤以来，加拿大外交部长与中国外交部长之间的首次直接对话。这也是自加拿大根据美国引渡请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后，中国释放了康明凯和斯帕福1000多天后，加拿大和中国政界人士之间的首次直接沟通。参加电话会议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称，双方对话是坦率的，而不是对抗性的。根据中国和加拿大对通话的解读，讨论涵盖了广泛的议题，但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始重建外交关系以及乌克兰战争。中国发布了8点声明，指出，由于孟晚舟被拘押，两国关系遭受了严重挫折。王毅警告加拿大之前帮助恶棍作恶，同意根据美国逮捕令逮捕华为高管，并提出了一项3点计划，让加拿大正视当前关系中的问题，并努力排除双方关系中的障碍。1. 加拿大应对中国保持积极客观态度，在未来涉及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审慎务实。2. 加拿大应在中国内政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声明接着强调了台湾，警告加拿大妥善处理台湾主权问题，并承诺一个中国原则，以免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遭受根本损害。3. 加拿大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不必要的外部干涉，这似乎是指美国对中国的敌对立场，而从未指名道姓。从双方的声明中得到的信息是，加拿大和中国可能会找到一条在环境保护等特定议题上重建关系的道路。结论尽管不是很明确，但加拿大愿意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流行病应对等一些领域开展合作。移民收入差距正在扩大。世纪倡议的一项新研究指出，新移民和所有其他加拿大人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表明，该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充分利用移民的才能和技能。该报告在2022年联邦预算前夕公布，称抵达5年后的2018年移民收入中位数为29800加元，而所有加拿大人的平均收入为37100加元。与前3年相比，7300加元的缺口增加了300加元。世纪倡议关于加拿大增长和繁荣的国家计分卡的作者说，移民妇女和难民的收入差距甚至更大。2018年，难民抵达5年后的收入中位数为25300加元，与加拿大总人口相比，差距为11800加元。该研究称，与男性2018年为36200加元相比，移民女性在抵达5年后2018年为25000加元的收入中位数也要低得多。这意味着移民的人力资源潜力没有被充分和有效的利用。该倡议倡导到2100年将加拿大人口增加到1亿的政策。该机构在提交预算前咨询的文件中，建议联邦政府承诺扩大定居服务，帮助移民在加拿大登陆后取得成功。定居服务也应该针对小型和农村社区，以提高移民留在这些社区的可能性。计分卡评估了6个重点领域的38个指标，包括人口增长到1亿、移民、经济、创新与创业、教育、技能和就业、对儿童和家庭的支持以及基础设施和环境。美联储发出更积极抗通胀的信号。美联社、美联储官员表示，他们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高通胀，这些行动将使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大幅提高，并增加经济风险。在周三公布的3月政策会议纪要中，美联储官员表示，今年将多次加息半个百分点，而不是传统的0.25个百分点，可能是适当的。
会议纪要称，在上个月的会议上，许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赞成加息半个百分点，但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不确定性，当时推迟了。相反，美联储将其关键短期利率上调了1/4个百分点，并暗示计划继续加息到明年。会议纪要称，美联储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迅速缩减其9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券储备。此举将导致借贷成本上升。政策制定者表示，他们可能会每月将这些持股削减约950亿美元，几乎是他们5年前的那次缩减资产负债表实施速度的2倍。迅速减少债券持有量的计划标志着美联储官员加快通胀斗争的最新举措。物价正以40年来最快的速度飙升。美联储越来越担心消费者和企业开始预期价格飙升将持续下去，这一趋势本身可能会延长高通胀的周期。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担心美联储迟疑太久才开始加息，并可能被迫如此积极地做出反应，从而引发经济衰退。事实上，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明年年底经济将陷入衰退，并指出美联储发现自己现在远远落后于曲线，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表明它正在转向更激进的紧缩模式。拜登的新冠测试也会呈阳性吗？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在白宫与总统拜登一起参与活动露面1天后，经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佩洛西收到了 COVID 的阳性检测结果，目前无症状。之前，他的发言人德鲁曾在上周4的一条推文中说，佩洛西测试呈阴性。佩洛西将按照 CDC 的指导方针进行隔离，并鼓励每个人接种疫苗，加强定期检测。这位82岁的民主党领袖的声明是在他每周国会山的新闻发布会之前宣布的，该新闻发布会突然被取消。众议院将开始为期2周的春季休会。佩洛西还推迟了他原定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亚洲的计划。随着限制的解除，华盛顿特区经历了一连串新增的 COVID 病例，各地正在举行更多的活动和集会。国会大厦上周重新开放，自2年前大流行爆发而关闭以来，首次向公众开放。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